各位深夜熬夜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三更老姜。灯关了吗？被子盖紧，耳机戴好。今晚3个亲身经历的故事，讲的人说是声音都在抖，他们像影子，一辈子甩不掉。你敢听吗？那就跟我往下走。故事1：夜狱引路者。这是父亲的亲身经历，3年前深秋深夜发生。父亲一辈子沉稳务实，可每次说起这事，眼神里的敬畏与虔诚是我从未见过的。凌晨1点，姑奶奶突发心口剧痛，村卫生室束手无策，父亲只能用3轮车送她去10几里外的镇医院。折腾到凌晨3点，姑奶奶病情稳定，父亲才推着车往回赶。刚驶出镇医院大门不远，就到了村前人人忌讳的野地。村里老人总在茶余饭后念叨，这地方不干净，夜里常能听到女人哭声，还常有路人在这里迷路。父亲心里犯怵，不由自主加快蹬车速度。可夜色太浓，根本看不清前方的路，只听哐当一声巨响，3轮车前轮狠狠撞在地面凸起的土疙瘩上，他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，连人带车翻进路边半米深的引水沟。冰凉刺骨的泥水瞬间浸透衣裤，父亲顾不上浑身酸痛与刺骨寒意，挣扎着爬起来去扶3轮车，却发现车把已歪成90度，2个车轮也瘪了，显然彻底骑不了，只能咬着牙慢慢推着走。北方深秋的夜晚格外寒冷，凛冽寒风像刀子般刮过脸颊，还夹杂着类似女人呜咽的声响，一个劲往骨头缝里钻。父亲凭着记忆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摸索前行，可走了整整半个小时，依旧没看到村口熟悉的灯光，按平时脚程走这片野地顶多15分钟。他心里猛地咯噔一下，后脊瞬间窜起一股凉意，自己多半遇上了老人们常说的鬼打墙。父亲强压下恐慌，把3轮车锁在路边老槐树上，想着空手走或许更快更灵活，可刚小跑几步就被脚下碎石绊倒，膝盖和手掌都磨破了皮，冷风一吹，钻心的疼。他吓得瞬间爬起来，继续慌不择路地往前跑，突然脚下一空，整个人重重扑倒在地，额头狠狠磕在硬邦邦的东西上。借着天边一丝微弱天光，抬头一看，父亲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竟是一块冰冷的坟碑。再往四周一扫，密密麻麻全是高低错落的墓碑，有的还插着早已枯萎的花圈。原来他竟误闯了乱坟岗。那一刻，父亲所有镇定彻底崩塌，浑身汗毛倒竖，后背冷汗瞬间浸透单薄外套，顺着脊梁骨往下淌。就在他双腿发软，几乎要瘫坐在冰冷坟地时，突然瞥见不远处河边有一点微弱光亮，像一盏孤灯在黑暗中轻轻摇曳。不管这光亮来自何处，都比在阴森恐怖的坟群里强。父亲咬着牙，用尽全身力气撑起身，踉踉跄跄朝着光亮走去。走近才发现，光亮来自一间简陋小木屋，窗户糊着泛黄旧报纸，昏黄灯光从报纸缝隙里透出来。父亲犹豫片刻，还是鼓起勇气轻轻敲了敲木门。没过多久，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头探出头，满脸惊讶着上下打量着浑身是泥狼狈不堪的父亲，开口问道：小伙子，你怎么大半夜跑到这荒郊野外来了？父亲像抓住救命稻草，把送姑奶奶去医院，路上翻车，误闯乱坟岗的遭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老头听后毫无惊慌，反而呵呵一笑，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说：别怕，他们就是拿你开心的，没什么恶意。父亲心里一紧，刚想问他们是谁，老头却摆了摆手不肯多说，只让他进屋取暖，等天亮再走。小木屋里陈设极简，只有一张铺着粗布被褥的木板床，一张吊青木桌和2把老旧椅子，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，昏黄灯光勉强照亮不大的空间。老头给父亲倒了杯温热白开水，又从床底翻出一件干净旧棉袄让他披上。
父亲裹着棉袄，喝着热水，浑身寒意才渐渐消散。聊天间得知，老头是邻村人，在这里看守村里的水产养殖塘，平日里就住这间小木屋。约莫凌晨5点多，窗外天渐渐亮了，东方泛起鱼肚白，远处景物能看清模糊轮廓。老头站起身对父亲说：“行了，天快亮了，你可以走了，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，就能看到你们村路口。”父亲连忙起身道谢，随后去老槐树下取了3轮车，推着往家走。后来父亲跟我和母亲说起这事，还反复念叨：多亏了这个好心老头，不然那晚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1周后，父亲去邻村办事，特意绕路想找老头当面道谢。跟邻村老友提起这段经历，还一个劲儿夸赞老头心善。没想到老友听后脸色骤变，眼神满是惊恐，说话都有些结巴。父亲察觉不对劲，连忙追问缘由。老友吞吞吐吐半天，才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说：“你说的看守水产塘的老头，是不是头发花白，满脸皱纹？那根本不是邻村老王头，是我们村的老张头啊！而且老张头今年春天就因病去世了，后事还是我帮忙操办的，埋在村东头坡上，怎么可能还在那儿看守鱼塘？”父亲听完瞬间愣住，像被抽走所有力气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他终于明白，那晚在乱坟堆附近遇到的根本不是普通的好心老头。深夜路遇引路者已经让人脊背发凉，但更瘆人的是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人，他们表面正常，却藏着说不清的秘密。下一个故事就发生在邻村一户普通人家一个6岁女孩的房间里。故事2：红衣女孩与布娃娃。这是邻居婶婶讲的邻村农户家的事。婶婶胆子极大，可讲故事时声音却止不住发颤。邻村有对勤劳朴实的夫妻，靠种地和农闲打零工，攒了好几年钱，终于盖起一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。夫妻俩有个6岁女儿叫小敏，粉雕玉琢，像个小洋娃娃，性格活泼开朗，整天叽叽喳喳围着父母转，是夫妻俩的心头宝。房子装修通风1个月后，夫妻俩兴高采烈准备搬家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搬家当天，小敏突然拉着妈妈的手，仰着小脸认真说：“妈妈，我想自己住一个房间。”夫妻俩又惊又喜，觉得女儿长大了懂独立，当即答应把东边采光最好的小卧室收拾出来，给小敏布置了专属小房间。可谁也没料到，住进去不到1个月，意外毫无征兆地发生了。一天早上，夫妻俩发现小敏没按时起床，走进房间一看，她蜷缩在被子里，小脸通红，浑身滚烫，已经烧得迷迷糊糊，睁不开眼。夫妻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来不及多想，裹上厚衣服，抱着小敏就往附近诊所跑。医生量完体温，做了简单检查，说大概率是刚搬新家，不适应环境，感染了风寒，开了些退烧药和消炎药，就让他们带小敏回来了。看着小敏吃药后退了烧，精神头慢慢恢复，夫妻俩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。可没过几天，夫妻俩就发现小敏不对劲了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以前的小敏像这叽叽喳喳的小麻雀，整天围着父母转，要么缠爸爸讲笑话，要么拉妈妈玩游戏，家里总能听到她的笑声。可现在的她话变得极少，每天安安静静坐在角落，要么眼神空洞发呆，要么抱着最喜欢的布娃娃默默流泪，整个人闷闷不乐，眼神也呆滞了许多，连吃饭都没了胃口。夫妻俩起初没在意，以为是病，刚好体虚，精神不足。可眼看着小敏日渐消沉，脸色越来越差，连最爱吃的零食都提不起兴趣，他们又急又慌，却始终找不到问题所在，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更让人崩溃的是，1周后的早上，父亲叫小敏起床吃饭，却发现他张着嘴说不出话，只能着急地比划口型。夫妻俩吓坏了，赶紧带他去诊所。医生检查后说，喉咙声带都没问题，根本查不出毛病。为了弄清缘由，
他们又带小敏跑遍周边大小医院，做了各种细致检查，可结果都显示身体无异常。医生们束手无策，只能建议回家观察，或许是心理因素导致。无奈之下，夫妻俩只能带小敏回家。后来母亲发现了更诡异的事，每天半夜12点左右，总能隐约听到小敏房间里传来说话声，像两个小孩在低声亲密交谈。可每次蹑手蹑脚走过去看，小敏都睡得很熟，呼吸均匀，而且她明明说不出话。母亲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焦虑过度，出现幻听，没太放在心上。可接下来几天，每天半夜那个时间点，说话声都会准时出现，一次比一次清晰。母亲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，跟丈夫说了这事，可丈夫觉得她疑神疑鬼，笑着安慰：“你肯定是操心小敏没休息好，又看了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，才胡思乱想。小敏都不能说话，房间里怎么会有说话声？”丈夫的话让母亲有些动摇，但心里始终觉得不对劲，总觉得女儿房间里藏着不为人知的东西。这天晚上，母亲没睡觉，搬了张小板凳躲在小敏隔壁房间，紧紧盯着墙上挂钟，决心一探究竟。时间慢慢流逝，挂钟指针终于指向半夜12点。就在这时，小敏房间里果然又传来说话声，这一次清晰的能明确听出是小敏的声音。母亲心脏咚咚狂跳，像要跳出嗓子眼，手心全是冷汗。她屏住呼吸，轻手轻脚走到小敏房门口，透过门上玻璃看眼前一幕，让她瞬间僵在原地，浑身血液仿佛都凝固了，刺骨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。她清楚地看到小敏坐在床上，紧紧抱着金发大眼睛的布娃娃，对面竟坐着个年龄相仿、穿鲜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。红衣女孩背对着门口，只能看到乌黑的头发和鲜红的衣角。两个孩子正凑在一起玩布娃娃，时不时发出清脆笑声，而小女竟然能清清楚楚地说话，和平时判若两人。母亲吓得魂飞魄散，双腿发软，差点瘫倒，死死捂住嘴才没叫出声来。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种诡异的事会发生在自己家里。她没把这事告诉丈夫，知道他肯定不会相信，只会觉得自己胡言乱语，甚至怀疑自己精神有问题。思来想去，母亲想到了村里见多识广的老婆婆，村里有解不开的怪事，大家都爱找她问。第二天一早，母亲就偷偷把事情原本告诉了老婆婆。没想到老婆婆听后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眉头紧锁，沉默许久，才重重叹了口气，说出一件让母亲毛骨悚然的往事：“孩子，你有所不知，以前你们家这块地有间土坯房，住着一户人家，他们家也有个和小敏一般大的女儿，小名叫婷婷。有次早上，婷婷爸妈去地里干活，把她一个人留在家。中午家里突然失火，火势蔓延极快，等村里人赶去救火时，房子已经烧塌，婷婷没能救出来。有人说，当时看到婷婷从窗户探出头呼救，穿的就是件红衣服。母亲听后又怕又急，眼泪瞬间掉了下来，连忙追问怎么办。老婆婆顿了顿，声音压得更低，眼神里带着挥之不去的恐惧。婷婷走后，她父母伤心欲绝，没多久就搬离了这里，再也没回来。后来那片地慢慢荒废成了菜地，再后来你们家就在这盖了房子。依我看，怕是婷婷心愿未了，看到小敏和她一样大，又有她喜欢的布娃娃，才回来缠着小敏。你赶紧找个懂行的人来家里算算，不然怕是要耽误孩子。母亲不敢耽搁，当天就托人四处打听，找到了一位据说很灵验的老师傅，专门请他来家里看看。老师傅来了后，围着房子仔细转了一圈，详细询问了小敏的情况，掐着手指算了算，你家姑娘是不是有个金发大眼睛的布娃娃？是不是一直放在床头？母亲连忙点头，又惊又疑。对，您怎么知道？这布娃娃是小敏5岁生日我们送她的礼物，她特别喜欢，每天抱着睡觉，一直放床头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
问题就出在这布娃娃上。老师傅叹了口气说，那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生前也有个一模一样的金发大眼睛布娃娃，是她5岁生日父母送的，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后来玩耍时不小心弄丢了，伤心了好几天，一直没能释怀。她缠着小敏，就是看中了这个布娃娃，想和小敏一起玩。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她离开小敏？求您一定要帮帮我们。母亲急得抓住老师傅的手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你别着急，老师傅安抚道，他只是个孩子，没什么恶意，只是未了心愿。你把小敏的布娃娃找出来，再准备些黄纸叠666个金元宝，半夜12点在院子外的十字路口把布娃娃和金元宝一起烧掉，嘴里念叨着让他把布娃娃带走，安心离开，别再缠着小敏。你女儿说不出话，就是被她的气息干扰了，等她走了，小敏自然就好了。母亲不敢有丝毫耽搁，当天就按老师傅的话做了。她偷偷找出小敏的布娃娃，买了一大叠黄纸，和丈夫熬夜叠了666个金元宝。半夜12点，她独自一人来到院子外的十字路口，点燃布娃娃和金元宝，嘴里不停念叨着老师傅教的话。火焰跳跃间，他仿佛看到火光里有个小小的红色身影一闪而过，很快就消失了。没过多久，神奇的事真的发生了，小敏渐渐开朗起来，不再沉默寡言，脸上重新有了笑容，也慢慢恢复了说话能力，声音越来越响亮。可当父母问起他和红衣女孩玩耍的事时，小敏却一脸茫然，摇着头说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像做了一场模糊的梦。后来这家人一直住在那间房子里，再也没发生过诡异的事。直到现在，小敏的父亲都不知道当初那段惊悚经历。母亲一直把这个秘密小心翼翼藏在心里，既怕丈夫知道后害怕，也不想让小敏再记起这段可怕的过往。看似普通的布娃娃，却成了红衣女孩未了的心愿，让人后怕。但更让人寒毛倒竖的是那些救命的物件，他们在关键时刻出现，却带着无法解释的诡异。下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村西头的王叔身上，一个雪夜的出租车里。故事3：救命核桃。村西头的王叔开夜班出租，是出了名的热心肠。这个经历是他在晒谷场跟我们闲聊时讲的。那是个寒冬腊月，天空飘着鹅毛大雪，雪花像漫天飞舞的棉絮，密密麻麻从天上落下。不到半天时间，地面就积了厚厚的一层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那天王叔接了个长途单，送乘客去临市县城，来回跑了将近6个小时。送完乘客后，天也黑透，像被墨汁染过一般，雪还在不停下，寒风呼啸着刮过路面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能见度低得可怜，只能看清眼前几米远的地方。他本想走高速返程，又担心高速结冰打滑出危险，思来想去，决定走一条僻静的乡间小路，绕到附近国道，再往市区走。这条小路平日里就没人走，下雪天更显荒凉，全程没有一盏路灯，只有出租车灯能照亮前方一小片白茫茫的雪地。就在他小心翼翼开车准备转弯绕过高坡时，突然看到路边雪地里有个老头在挥手拦车，身影在风雪中格外单薄。王叔起初不想停，天这么冷，又是深更半夜，这条小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突然冒出来拦车的老头，他心里多少有些嘀咕，担心遇到坏人。这老头年纪不小，头发眉毛都落满了雪花，冻得嘴唇发紫，浑身发抖，双手不停搓着取暖。这么冷的天，在路边拦车肯定是有急事，要是自己不在他，这么冷的天，一个老人在路边，万一出点事，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。于是王叔放慢车速，稳稳停在老头身边，摇下车窗大声问：大爷，您要去哪？老头搓着冻红的手，哆哆嗦嗦地说：小伙子，麻烦载我一程吧，我要去市郊红星农场找儿子，路上雪太大，车坏了，实在没办法了。
巧的是，红星农场正好在王叔回家的必经之路上。王叔二话没说，让老头上车，还把暖风开到最大，让他取暖。一路上两人聊得很投机，从庄稼收成聊到家常琐事，再到各自家庭。老头健谈又温和，车厢里气氛十分融洽。快到红星农场时，王叔看老头年纪大，遭遇难处，挣钱不容易，就主动说：“大爷，这段路不远，车费我就不收了，您赶紧找儿子吧。”老头听后十分感激，紧紧拉着王叔的手，非要留他去家里坐坐，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再走。王叔婉言谢绝，说还要赶回去交车，家里人也等着他吃饭。临下车前，老头从口袋里掏出个用红线穿着的核桃，小心翼翼递到王叔面前，眼神诚恳地说：“小伙子，你真是个好人，谢谢你载我一程，不然我今晚还不知道要冻成什么样。这核桃是我家传的，用红线穿着能讨吉利保平安，我没什么好报答你的，就把它送给你避避灾。”王叔接过核桃看了看，通体黑褐色，比普通核桃小些，表面光滑细腻，没有杂乱纹路，除了一根红棉线穿着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他本不想收别人的东西，可架不住老头热情坚持，只能收下，连声道谢。老头又反复叮嘱几句，路上小心，才转身走进农场大门，身影很快消失在风雪中。王叔把核桃放进上衣口袋，发动车子离开了。几天后，王叔像往常一样在市区一家酒店门口等生意。那天生意特别差，酒店另一半正在装修，工地里传来刺耳的电钻声和敲打声，噪音很大，来往客人很少。王叔闲得无聊，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想起几天前老头送的核桃，就从口袋里摸出来把玩。他把核桃放在手心，轻轻搓了搓，这老头还挺有意思，送个核桃说能讨吉利保平安，不过是个普通核桃罢了，顶多当个念想。正想着，突然啪的一声轻响，拴核桃的红线毫无征兆地断了，核桃掉在车座上，又顺着车座滑到车外地面，滚了几圈后停在马路对面。王叔心想，这核桃虽不值钱，但毕竟是老头的一片心意，还特意说能讨吉利，就这么丢了不好。于是他推开车门，下车去捡核桃。雪刚停没多久，地面还有些湿滑。王叔小心翼翼穿过马路，走到对面，弯腰捡起核桃，拍了拍上面的灰尘。就在他攥紧核桃，转身准备回车时，突然听到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紧接着是玻璃破碎和金属扭曲的刺耳声响。王叔吓了一跳，本能地抬头看去，只见酒店装修工地3楼，一根碗口粗的钢筋突然掉了下来，像离弦的利剑般不偏不倚戳在他的出租车顶上，径直刺进驾驶座，座椅被戳得粉碎，木屑和碎玻璃溅了一地，整个驾驶座都被钢筋穿透，场面触目惊心。王叔吓得浑身发抖，站在原地愣了半天，后背冷汗瞬间浸透衣服，手脚都有些不听使唤。他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，要是刚才没下车捡核桃，此刻自己正好坐在驾驶座上，那根钢筋就会直接戳穿身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那个不起眼的核桃救了他一命。王叔讲这段经历时，还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核桃给我们看。我们几个小孩凑过去仔细瞧，只见那粒核桃依旧通体黑褐色，表面光滑发亮，在阳光下竟隐隐透出一丝淡淡的诡异幽光。从那以后，王叔就把这核桃当成贴身宝贝，每天都带在身上，再也不敢随意把玩，逢人就说这是他的救命符。3个故事都讲完了，每一个都像深夜里突然关掉的灯，黑暗来得太快，你甚至来不及看清它从哪里爬出来。我们总以为恐惧只是故事，可有些夜晚，它会悄无声息地坐在床边等你闭眼。今晚这些经历或许只是别人的噩梦，但谁知道呢？也许下一个深夜，它就会敲你的门，
听完有没有觉得房间冷了点儿？睡前记得把灯留一盏，别让黑暗太彻底。喜欢这期内容的小伙伴，记得帮老姜点个赞，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，甚至毛骨悚然的亲身经历，或者听过身边朋友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到频道下方的投稿表单，或者直接在评论区留言，老姜会认真阅读并挑选合适的故事，在节目里用第一人称帮你讲出来，让更多人一起寒一个晚上。下期不见不散，晚安，做个好梦哦。